别被那些西装革履的家伙骗了。他们让你相信投资是一门精密的科学，是图表、模型、复杂算法堆砌出来的艺术品，这就是胡说八道。我在这行干了70多年，见过太多所谓的聪明人破产，也见过不少看起来笨拙的家伙发了大财。区别在哪儿？不在智商，在常识。那些千万富翁不会告诉你的秘密，其实简单的可笑，简单到华尔街那帮人根本不屑提起，因为如果说出来了，他们就没饭吃了。如果你准备好了听一些刺耳的真话，哪怕这些话会让你觉得不舒服，那就做好了。今天我不是来教你怎么赚钱的，我是来教你如何不变成一个傻瓜的。如果你能避免所有的愚蠢，剩下的就是智慧。我告诉你，第一条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别想着靠投资快速致富。听起来很讽刺，对吧？一个投资家告诉你，别指望投资赚钱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你看那些真正的富人，约翰第、洛克菲勒、沃伦、巴菲特、杰夫、贝索斯，哪个是靠盯着电脑屏幕在那儿频繁买卖股票发家的？一个都没有。他们都是建立了伟大的企业，或者像我和沃伦一样，长期持有一家伟大企业的股份。投资不是你的提款机，它是你的储蓄罐，而且这个储蓄罐需要几十年才能装满。我90多岁才真正拥有现在的巨额财富，不是因为我笨，是因为复利需要时间。那些告诉你3年翻10倍的人，不是骗子就是傻子。记住这句话，快钱是世界上最贵的钱。华尔街最喜欢制造焦虑，他们让你觉得，如果你今天不交易，如果你不抓住这个所谓的风口，你就会错过机会。错过什么？错过亏损的机会吗？我和沃伦的投资哲学很简单，简单到令人发指。坐在那儿什么都不做，听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得要命。人性就是闲不住，总觉得要干点什么才算投资，这叫瞎忙。真正的投资是等待，是忍耐，是在正确的时候按兵不动。1973年市场崩盘，所有人都在恐慌性抛售，觉得世界末日要来了。我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坐着。1987年黑色星期一，道琼斯指数一天跌没了1/5，别人在排队跳楼，我们还是坐着。2008年金融危机，大家哭天喊地，各种大银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，我们依然坐着。不是我们有多聪明，也不是我们反应迟钝，是因为我们要等到那个胖子走进房间。我们知道好企业不会因为股价下跌就变成烂企业，股价是别人的情绪，价值是企业的本质。别把别人的情绪当成你的行动指南。这里要说第2条，远离那些你看不懂的东西。我这辈子错过了太多机会，科技股大爆发的时候我没买，加密货币疯狂的时候我没碰，各种眼花缭乱的新概念我一个都没参与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看不懂。看不懂就是看不懂，这没什么可羞耻的。但在华尔街，承认自己不懂似乎是一种罪过。那帮人会告诉你，不懂没关系，只要它在涨你就该买。或者说不懂没关系，专家会帮你。专家自己都亏得一塌糊涂，你还指望他们帮你？投资的第一原则是永远不要亏钱，第2原则是记住第一原则。你怎么保证不亏钱？唯一的办法就是只投资你真正理解的东西。我理解可口可乐，我知道只要人类还需要喝水，还会感到口渴，他们就会喝糖水。这是一种简单的生理需求，100年后也不会变。我理解喜诗糖果，
我知道男人在情人节必须给女人买礼物，除非他想找麻烦，这就是品牌的力量。我理解这些几十年如一日卖同样产品的企业，但是我不理解那些烧钱的科技公司，不理解那些号称要改变世界却连1分钱利润都产生不了的玩意儿。我不理解那些靠复杂的数学模型堆砌出来的金融衍生品，看不懂就别碰，这不是保守，这是理智。有一个概念叫能力圈，这个词已经被说烂了，但我敢打赌，没几个人真正理解它的含义。能力圈不是你知道什么，而是你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，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。大多数人的问题不是无知，而是不知道自己无知。他们看几篇财经文章，听几场路演，刷几个短视频，就觉得自己懂了，懂个屁！真正的理解需要多年的经营，需要看透企业的每一个环节，需要理解行业的每一个变量。我研究一家企业，我会看它过去10年的财务报表，我会去他的门店转悠，看看顾客的表情，我会跟他的竞争对手聊天，听听他们怎么骂这家公司，这才叫理解。你做不到这些就别装懂。投资不是考试，不是你答对了每一道题就能拿满分。在学校里，你必须回答所有的问题，但在投资里，你可以把那张试卷扔进垃圾桶，只回答那个你最有把握的问题。投资是真金白银的较量，装懂的代价就是破产。第3条更直白，别听经济学家的预测，这些人的工作就是制造噪音，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让算命先生看起来稍微体面一点，他们让你觉得世界很复杂，充满变数，需要他们来解读。但事实是，没人能预测经济走向，包括那些诺贝尔奖得主、长期资本管理公司，哪怕是有2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坐镇，结果怎么样？破产了，还差点拖垮了整个美国的金融系统。这告诉你什么？理论在现实面前一文不值。我从不关心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是多少，我不关心利率下个月是涨还是跌，我不关心通胀数据是高是低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跟我的投资决策没半毛钱关系。我只关心企业本身，它卖什么，它的生意模式能不能持久，它的护城河有多宽，它的管理层是不是一群混蛋，这些才是决定投资成败的因素。记住，宏观经济预测就像天气预报，永远在变，永远不准。但人们就是喜欢听，因为预测给了他们一种虚假的控制感，他们觉得听了专家的预测就能躲避风雨。别做梦了，投资不需要预测未来，只需要找到那些无论未来如何都能活下去的企业。可口可乐卖了100多年汽水，经历过世界大战，经历过大萧条，经历过无数次经济危机。不管经济好坏，人们都会喝可乐，这才是确定性。那些严重依赖宏观环境的企业，今天赚钱，明天亏钱，你永远猜不透他们的命运。我不做猜谜游戏，我只做确定性投资。确定性从哪儿来？从企业的内在品质，从它的竞争优势，从它几十年如一日的盈利能力，别的都是噪音。说到这儿，必须提第4条，远离债务，像躲避瘟疫一样躲开它。杠杆是个好东西，前提是你永远正确，但没人能永远正确，哪怕是天才。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又是个好例子，他们用了25倍的杠杆，结果一次判断失误就全军覆没。杠杆放大了收益，也放大了风险，但更致命的是，杠杆剥夺了你等待的权利。投资最宝贵的资源是什么？是时间。而债务会把时间变成你的敌人。当你用自己的钱投资时，
你可以等，就算股市跌了一半，只要你不卖，你就没输。你可以关上电脑去钓鱼，去睡觉，等它涨回来。但是一旦你借了钱，你就没有资格等待了。你欠的钱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还本付息，否则就得被迫卖掉资产还债。这等于让别人决定了你的投资期限。市场稍微一波动，银行的催债电话就来了，这时候你只能在最低点割肉。我这辈子从不借钱投资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也从不用高杠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保持随时可以等10年的能力。这个能力比任何高超的投资技巧都重要。债务不仅是财务问题，更是心理问题。欠钱的人睡不好觉，睡不好觉就做不出明智的决策。我见过太多聪明人因为债务压力做出极其愚蠢的选择。他们在市场底部因为还不起钱而绝望离场，或者为了翻本孤注一掷去赌博，这些都是债务逼出来的。投资需要冷静的头脑，而债务让你焦虑、冲动、短视。记住这句话，别让债权人决定你的投资策略。你的钱应该由你自己支配，而不是被利息牵着鼻子走。省钱比借钱难多了，但省钱让你自由，借钱让你成为奴隶。自由是最好的投资工具。第5条可能会得罪不少人，但我不在乎。大多数专业投资者不是骗子就是蠢货。这话听起来刻薄，但事实如此。那些收你2%管理费，外加20%利润提成的基金经理，90%的人长期跑不赢大盘指数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他们笨，是因为他们的动机跟你不一致。你要赚钱，他们要收费。只要资金规模够大，他们旱涝保收，亏的是你的钱，不是他们的。更糟糕的是，整个行业的激励机制就是让他们频繁交易，交易越多，看起来越勤奋、越专业，收费越有底气。但交易多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高昂的交易成本，意味着更多的税收，意味着更多的错误决策。真正的投资不需要每天盯盘，不需要每月调仓，不需要那些花里胡哨的操作。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真理，如果你找不到比指数基金更好的投资标的，那就买指数基金。我死后会把90%的钱放进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，不是因为它最好，是因为它足够好，而且便宜。那些主动管理基金收你一大笔钱，最后大概率还不如指数。这是数学问题，不是能力问题。市场是零和游戏，扣除成本就是复合游戏。你付的每1分钱手续费都是从你的收益里扣除的，省下这些钱，几十年后差别大得惊人。别相信那些穿着光鲜亮丽的推销员，他们卖的不是业绩，是希望，希望很贵，现实很便宜。现在说第6条，这条更扎心。你的麻烦大多是你自己找的，市场不会害你，害你的是镜子里那个人。我这辈子见过的投资灾难，90%都是投资者自己作死。追高杀跌，频繁交易，听信小道消息，跟风炒作，这些蠢事没人逼你做，都是你自己选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人性有缺陷，而市场就是专门惩罚人性缺陷的地方。贪婪让你在高位接盘，恐惧让你在低位割肉，嫉妒让你追逐别人的收益，懒惰让你相信快钱神话。这些毛病每个人都有，区别在于有人能克制，有人克制不了。投资成功的秘诀不是找到什么惊天动地的机会，而是避免犯蠢。听起来很消极，对吧？但这才是现实。我和沃伦常说，投资就像开车，重要的不是你踩油门有多猛，而是别撞车。大多数人关注怎么加速，
我们关注怎么不出事故。这听起来很保守，但只有保守才能活得久。你看那些投资界的明星，今天上杂志封面，被吹捧成股神，明天就销声匿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开得太快，遇到一个弯道刹不住车，翻了。我们开得慢，但我们从不翻车。70年下来，慢车跑赢了所有快车。这不是乌龟赛跑的童话，这是复利的数学。每年赚20%，连续50年，比你第一年赚50%，第二年亏光，强上10000倍。问题是人们没耐心，他们要的是刺激，不是结果。刺激是娱乐，结果是财富。别搞混了，控制自己比研究市场难10000倍。你可以花1个月研究一家企业，但你能花1个月研究自己的心理吗？大多数人做不到，他们宁愿相信自己是理性的，也不愿承认自己是感性的动物。我告诉你，人就是感性的，别装了。关键是知道自己哪里感性，然后建立机制防止感性害了你。我的机制很简单，少看股价，多看企业。我几个月才看1次投资组合，不是因为我不关心钱，是因为我知道频繁查看报价会让我做蠢事。股价每天都在波动，但企业的价值不会每天变化。盯着股价看，就像盯着体重秤减肥，只会增加焦虑，不会带来任何效果。真正的投资者关心企业，不关心报价机。报价机是仆人，不是主人。别本末倒置。第7条特别重要，别跟风。跟风是穷人思维，这话听起来残酷，但穷人之所以穷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总是做大多数人做的事。大多数人买房，他们也买房，结果买在高点。大多数人炒股，他们也炒股，结果套在山顶。大多数人去投那些骗人的理财产品，他们也投，结果血本无归。为什么总是这样？因为等大多数人都知道的时候，机会早就没了。投资是逆人性的游戏，你必须在别人贪婪时恐惧，在别人恐惧时贪婪。这话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难得要死。当全世界都在买的时候，你卖掉需要勇气；当全世界都在抛售的时候，你买入需要魄力。但这就是致富的代价，不付出这个代价，就别指望发财。1973年我买喜诗糖果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说我疯了。那时候美国经济一团糟，通胀高得吓人，没人看好一家卖糖果的公司。但我看到的是一家拥有定价权的企业，一个深入人心的品牌。结果呢，喜诗糖果50年给伯克希尔创造了近20亿美元的利润，而我们的初始投资才2500万。这不是运气，是逻辑。好企业在困难时期便宜，在繁荣时期昂贵。你想发财，就得在困难时期买，在繁荣时期卖。但大多数人反着来，他们在繁荣时期兴奋，在困难时期恐慌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不赚钱。市场不欠你钱，市场只奖励那些克服了人性弱点的人。你克服不了，就得穷着。这不是市场的错，是你自己的错。说到这儿，得聊聊第8条，专注很重要，但过度专注会害死你。这听起来矛盾，但事实就是矛盾的。你得专注于你理解的领域，但同时又得保持开放的心态。很多投资者犯的错误是把专注变成了固执。他们找到了一个赚钱的方法，就死守着这个方法，不管世界怎么变化，这很危险。我看过太多曾经成功的投资者破产，因为他们抱着过时的策略不放。所谓的价值投资，不是死抱着便宜股不放，而是找到真正便宜的好股。有时候好股不便宜，
有时候便宜股不好，你得分清楚。我和沃伦早年喜欢买那种像烟蒂一样便宜的烂公司，吸最后一口就扔掉。后来发现这是蠢办法。为什么？因为烂公司会一直烂下去，你买的再便宜也没用，时间是烂公司的敌人。后来我们改了策略，买好公司，出合理的价格，这才是正道。好公司的时间是朋友，它会自己成长。这个转变花了我们很多年，付了不少学费，但我们愿意改变，这是关键。很多投资者做不到这一点，他们把方法当成信仰，把策略当成宗教，这是死路一条。投资不是信仰，是生意，生意得根据环境调整，环境变了你不变就得被淘汰。但调整不意味着随便改，不意味着追逐潮流。调整的前提是深度思考，是对新情况的透彻理解。我不碰科技股，不是因为我固执，是因为我真的不理解。但如果有一天我理解了，我会毫不犹豫地买。问题是到现在我还是不理解，所以我还是不买。这就是专注和开放的平衡。坚持你理解的，但永远准备理解新东西。只是别为了理解而理解，别为了改变而改变。第9条，说起来可能有点不符合现在的社交礼仪，但非常实用。远离那些爱抱怨的人。你的社交圈决定你的财富水平，这不是鸡汤，是统计规律。如果你周围都是抱怨政府、抱怨老板、抱怨市场的人，你也会变成那样。抱怨是最廉价的发泄，但也是最昂贵的习惯。抱怨让你把责任推给别人，让你觉得自己是受害者，让你失去改变的动力。我这辈子从不抱怨，不是因为我的生活一帆风顺，我经历过丧子之痛，经历过手术失败导致左眼失明，经历过无数次投资挫折，但我知道抱怨没用。市场不会因为你抱怨就改变规则，经济不会因为你抱怨就好转，老板不会因为你抱怨就给你加薪。抱怨唯一的作用是浪费时间，让你在本该行动的时候原地打转。你得找那些解决问题的人做朋友，那些面对困难想办法而不是找借口的人。这种人很少，但值得珍惜。我和沃伦合作了60多年，从没听他抱怨过什么。市场崩盘没关系，机会来了；企业亏损没关系，学到教训了；政策不利没关系，换个方向。这种心态才能长期成功。那些整天抱怨的人，他们的人生就是一场灾难，而且他们会把你也拖进灾难。远离他们不是冷漠，是自保。你的精力有限，别浪费在负能量上，把时间花在值得的人和事上，这本身就是最好的投资。记住，环境塑造人，而你可以选择环境，选错了环境，再努力也白搭。选对了环境，成功只是时间问题。最后一条，也是最难的一条，接受自己的平庸。这听起来很丧，但其实是解脱。大多数人不会成为巴菲特，不会成为贝索斯，不会登上福布斯富豪榜。这是统计现实，不是自我否定。问题是，很多人接受不了这一点，他们觉得自己特殊，觉得自己是例外，觉得自己一定能成为那1%，这种幻觉害死人。因为为了追求那个虚无的1%，他们放弃了稳妥的99%，他们孤注一掷，他们冒险激进，他们赌上全部身家，结果一败涂地。我告诉你，接受平庸不是放弃梦想，是认清现实。认清现实之后，你反而能做出更明智的决策。你不会再幻想一夜暴富，不会再追逐不切实际的回报，不会再把投资当赌博。接受平庸意味着接受复利的力量。每年赚15%，坚持50年，你就是千万富翁。
这不需要天赋，不需要运气，只需要纪律和耐心。但大多数人做不到，因为他们觉得15%太慢了，他们要50%，要100%。结果呢，追求100%的人最后连5%都赚不到。这就是贪婪的代价。我90多岁了，伯克希尔的年化回报也就20%左右，这个数字不性感不刺激，但持续50年就是奇迹。奇迹不是一天造就的，是每天做正确的事累积出来的。那些想一天造就奇迹的人，最后连一天都熬不过。记住这句话，伟大是平庸的累积，而不是例外的爆发。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就是一个核心：投资是常识，不是魔法。那些千万富翁不告诉你的秘密，其实就是这些最基本的道理。不靠投资快速致富，只投资自己理解的东西。别听经济学家瞎扯，远离债务，不信基金经理，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别跟风，保持专注但灵活，远离负能量，接受自己的平庸。这些道理简单到可笑，但做到的人少得可怜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性不喜欢简单，人性喜欢复杂，喜欢刺激，喜欢幻觉。华尔街就是利用这一点赚钱的。他们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，把投资包装成高深莫测的学问，然后收你的钱。别上当。投资就是生意，生意就是常识。买便宜的好东西，长期持有，别瞎折腾。这就是全部秘密。我知道这些话听起来枯燥，不像那些成功学导师讲的激情澎湃，但我不是来娱乐你的，我是来告诉你真相的。真相往往不性感，但真相管用。那些性感的理论、花哨的技巧、激动人心的故事，听着爽，但没用。投资不是电影，没有高潮迭起的剧情。投资是马拉松，漫长、枯燥，考验耐力。你得习惯这种枯燥，甚至爱上这种枯燥。因为枯燥意味着稳定，稳定意味着可持续，可持续才能复利。那些追求刺激的人，最后都死在刺激上；那些忍受枯燥的人，最后都笑到了最后。你选哪一种？如果你看完这些还觉得投资很神秘，那说明你没听懂。再听一遍，再想一遍，直到你觉得这些都是废话为止。当你觉得这些是废话的时候，恭喜你，你入门了。真正的智慧都是废话，因为太简单了，简单到大家都知道，但大家都做不到。知道和做到之间隔着10000光年，这10000光年就是人性。克服人性你就赢了，克服不了你就继续当韭菜。市场不缺韭菜，市场缺的是理性的投资者。你想当哪个？最后记住这句话，这是我70年投资生涯最大的体会。投资的敌人不在市场，在镜子里。战胜了镜子里那个人，你就战胜了市场。战胜不了，就别怪市场残酷。市场只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你所有的缺点。贪婪、恐惧、愚蠢、懒惰，这些东西在日常生活里可以藏着，在市场里藏不住。市场会把你的每个弱点都放大100倍，然后狠狠惩罚你。这就是为什么投资这么难，不是因为规则复杂，是因为人性复杂。你能理解人性，控制人性，你就能赚钱。理解不了，控制不了，那就老老实实买指数基金，别瞎折腾。瞎折腾的下场只有一个，亏钱。这些话不好听，但都是实话。我这个年纪已经不需要讨好任何人了，说的都是见过的、经历过的、血淋淋的教训。你可以不信，但最后会信的，因为市场会教育你。只是市场的学费很贵，贵到可能让你破产。如果你聪明，就听我的，省下这笔学费；如果你不聪明，
那就去交学费吧，反正迟早要交的。我只希望你在破产之前能想起我说的话，能明白这些话的意思，那时候你会感谢我。虽然可能已经晚了，但晚总比不明白好。有些人一辈子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赚不到钱，至少你明白了，明白了就有机会改，改了就有机会翻身，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大帮助。好了，这堂课就到这儿。记住，只有傻瓜才会指望听一次课就变成富翁。真正的修行现在才开始，别让今天的热血变成明天的遗忘，去做对的事，哪怕那件事很难、很慢、很无聊，因为那才是唯一的路。